这个赖清德政府，你也不知道他的方向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再卖台湾多少。先有台积电，后面联电，创成整个产业链。当你有一个不是以台湾为优先的政府，但他却每天打着爱台湾的旗号，到处打赢人竞争的，然后他养一群青鸟，这样乱的时候，这台湾也喝我垮加困难。青鸟其实是跟整个台湾的民意背道而驰。台湾人在哭的时候，他们在笑；台湾人在难过的时候，他们要庆祝。我们20%这些企业产业都活不下去了，未来很可能会有人开始失业。然后你青鸟还要叫大家说赖清德万岁万万岁，干得好。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川普公布了对等关税税率，台湾20%，8月7号生效。白宫表示呢，这段期间呢，有多国跟美国达成或即将达成具实质意义的贸易安全协议，但针对有些国家提出的谈判条件呢，无法应对他4月2号所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所以呢，甚至有些国家根本就从来没有召开过谈判。但这很正常，因为不是全世界都跟美国有紧密的贸易关系嘛。川普认为有必要调整部分国家的对等税率，因此呢，对未列入行政命令附表的国家呢，加征关税税率仍为10%，也就是说10%这个低消是绝对存在的。个别国家个别状况，他会做一些调整。基本上，川普的所有的那一些所谓关税谈判都是借恐吓之名，事实上最终还是回归到他的整个这个常态。他真正的一个做法我认为还是跟美国现在的一个国策的需求啦，就是他依然希望藉由关税壁垒来重新的让制造业回流，这是一个最粗暴的一个逻辑。当然，其他部分我们请丽文姐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川普做这样关税的逻辑跟背后的目的。那另外台湾怎么办？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大家都过度解释了。其实呢，川普的科关税呢，他曾经自己非常大白话的跟全世界讲过，他不会对美国人课税，他要对全世界课税，拿全世界的人的钱来养美国人。他就是没钱，所以他要有钱。怎么有钱呢？他就向全世界勒索，美债不会有到期的危机。我们现在存在的就是一个妥妥的美元帝国，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说什么他的美债会爆掉了那如果大陆大幅的减持，他要怎么减持？很难呐。那美国只要再加发国债就好啦。他今天是因为他庞大的利息的支出，所以你看6月份他不就过了他的美债危机了吗？他只是因为他手里头没钱。那每一个执政的人，全世界的政治人物都在乎我手里头有没有钱，否则赖清德在吵什么？否则我们地方财划法在吵什么？都在吵每一个选上县市长总统的人，我手里头有没有钱？没钱没办法办事。川普没有钱，他又要通过大而美的法案让美国人减税，我可以跟全世界的人课税。我们美国的企业，美国人种的农产品没有人要买，是不是？他就是完全放下了商业经济逻辑了啦。我就直接要求你买，直接用美国的 muscle， 或者是说就规定你要几千亿美金的采购，全世界的人你就要买我美国的东西，我美国的东西进到你这个国家，你的关税要给我0。他就直接这样子推销他美国的商品啊，不然他美国东西怎么卖得出去？像台湾的农业一定会被冲垮的，因为在价格上你是不可能跟美国的农产品来做这个竞争的嘛。所以这就是川普很简单很粗暴。回过头来，今天川普他就是一个土匪政府，全世界纳钱来，可是我也不会让你零关税，因为关税还是一笔钱啊。你进到美国你要先缴一个保护费啊，更何况本来是0的，我现在给你提高到什么50了30，随便他喊价，那个不存在的喊价，然后我现在再把你降到15了20了25，你还要感谢我嘞，好好笑。我给你降到15、20，然后你还要再付上几千亿美金的购买啊，你还要开放你的市场啊，这就是完全就是土匪的行径。全世界就只有美国可以干的，拳头比谁都硬啊。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大陆跟他硬刚啊。我们20%，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越南，不是菲律宾，不是印尼啊，是南韩啊。那南韩为什么它是15%，我们是20%呢？20%也很严重不要说从32%降到20%，20%我们也吞不下去，更何况它现在还没有宣布它的配套。我们到底是几千亿美金的投资，我们之前已经有台积电搬走了，我们之前已经有台币升值13%了，这都是别人没有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到底是几千亿美金的投资，然后我们还有接下来9000亿台币的军购预算可是这一系列听下来，包括刚刚丽文姐的分析，我深深的感觉到川普在羞辱全世界，在羞辱我们勤勤恳恳的劳动最辛苦的亚洲人民。应该说从西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里面，就是所谓的核心半边陲边陲理论。半边陲其实是所有人最辛苦的，他需要很高的一个人力素质，需要很大量的工作时数，需要很高的教育受教的成本，然后并且承担了严重的房地产的升值等等，去吃掉不少的劳动的成果。这一些半边
边陲其实就是日韩台，韩国、台湾、东南亚，包括中国大陆，甚至现在慢慢在起来的印度，这些所谓的半边陲的制造业的国家里面。可是他的这种做法就是你不仅要交钱，你要对我全面开放，然后我还对你关税壁垒，这个已经跟土匪无异，而且是彻底土匪，就是土匪。那这种帝国主义怎么可以存在21世纪2025年呢？竟然还有这种土匪现象。然后最扯的事情是我们很多的老百姓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荒谬跟可怕的程度。最可怕的还不是美国人有多穷凶恶极，或是川普有多坏，最可怕的是台湾有一群人在帮他说话，还顺便继续打劫自己人，然后还把自己人指为卖台的啦、舔共的啦，反正给你贴各种负面的标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然后电视台就这样报。历经这一次川普的对他自己盟友的背叛，还有对于2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所建立的所有的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的背叛，却要全世界一起付出代价。因为你让美国予取予求，就变成这个老大，变成一个惯老板嘛。他现在就是他国内任何的问题他都不去面对，他也不去反省，他也不去改革，他就直接叫我们付保护费来养活他今天严重错误失能的政府、错误的政策。如果我们全世界老百姓付钱可以解决美国的问题，还算我们也做了一个好事嘛。可是没有啊，那是一个无底洞，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美国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美国穷人的问题。那美国有钱人还需要我们帮他解决问题吗？美国有钱人那太有钱了，有钱到已经没天良的地步，没人性的地步了。通货膨胀的结果是这些劳工，甚至于乃至中产阶级买不起房，连生活必须都没有，付不起贷款，没办法看病，没办法读书。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根本永世不得翻身。因此你完全没有解决美国的问题，你反而恶化了美国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搞得全世界的经济会因此而萧条而萎缩。很简单嘛，台湾这个对外贸易的很多的企业，我就给做给料呀，那我又何必呢？那我是不是就卖者修修起来？反正我很多的中小企业主，我谈的几万零五搞啊，我可以享福啦。我的下一代都长大了，他们应该给赛去上营的班呐。我的公司我的修修起来后啊，但问题是在我公司上班的这些劳工怎么办？因都没掏咯啊，我是没差啦。很多老板都是这样讲的。那这些劳工怎么办？马上就一个先是无薪假，然后后面呢就面临的是失业。它冲击的可能是台湾上百万的劳工的就业工作机会啊。这个东西要持续多久？现在民进党说这是一时的，一时是多久？暂时是多久？是3个月还是3年？然后呢，等到28年美国政党轮替了以后，会调整吗？会立刻调整吗？搞不好更惨呢。如果是范斯选上总统呢，会比川普更惨欸。所以你面对最糟糕的是什么？是一个完全不确定的未来。赖清德政府从开始到现在都在骗啊，完全在骗人啊！就说什么第一梯队一直被打脸，一直被打脸。之前不是说我们是第一梯队谈最快的吗？今天讲到这里还没谈完，不是谈最快，是谈最慢的啊！现在赖清德他也无话可说啊，因为他只有坐等对方宣布的份嘛。他们去了4趟的努力，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效果。民进党也从来不敢告诉大家他的底线是什么，因为民进党没有底线。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会被川普片面的宣布也不知道，我们就是待宰的羔羊，煮上肉不是吗？然后赖清德在自己唾面自干，说哎呀这个结果是最好的了，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因为他还在谈呐，所以在谈的过程当中你可想而知啦，就是说民进党的团队一定是非常的卑躬屈膝嘛，所以他不想要惹怒川普，所以川普就不会继续你 32% 或者是甚至于提高来修理你惩罚你啦。对，那因此呢他现在就是说继续维持 20%， 但是呢其他的很多东西都在谈嘛。那刚刚赖清德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食品安全啊，他开放很多农产品进来，他很可能会降低我们本来中华民国对于食品进口的很多的食安上面的要求，那他可能会放宽嘛，譬如说基改食品啊，譬如说如果你使用什么样的农药啊，你使用什么样的药剂啊等等的，譬如说当来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那这些东西呢，他呢如果谈不下来，他就不给你更低的关税，他其实就是谈不下来啦。这些青鸟都没长脑、没常识、没知识的一群人啊，所以啊，今天这20%基本上就是台湾的基本消费额啊，我们不是10%，我们是20%，因为你根本还没谈好，不是吗？而且是你说其他的条件都还没有谈好，我就讲啦。那川普也可以给你提高啊。那如果说降低的话，也顶多降到15%而已嘛。那如果为了降到15%，再多降个5%，我们到底要付出什么代价？这才是我们错了一蛋金价的原因呐。你以为20%大家有好日子过？大家看到20%是脸都黑掉了，好吗？真的，因为利润被吃光光了嘛。对，你青鸟还在那边，你跟台湾社会严重的脱节。20%日子很难过，南韩又没有升值，我们升值这么
么多，南韩只有15%，我们20%，我们就是不用玩了，这些企业产业都活不下去了，未来很可能会有人开始失业，然后你青鸟还要叫大家说赖清德万岁万万岁，干得好吗？所以青鸟其实是跟整个台湾的民意背道而驰，台湾人在哭的时候他们在笑，台湾人在难过的时候他们要庆祝，那这一群人是非常严重的跟台湾真正的主流民意彻底的脱节。如果赖清德还活在他们所建构的同温层里头，那赖清德真的会非常非常的惨。那这样子的一个无能跟不负的责任的政府跟总统是非常危险的，还没有谈好是叫做20%，以后这个20%还是随时会变动的，更何况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付出多少的代价，因为他今天说他就没有回应嘛，他说结果还没有出来嘛，对，那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出来呢？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谈话里头你就可以证实了，的确食品安全，的确农产品都是有被碰触到的，是一定会被谈到的啦，只是最后的菜单还没有拿出来，那拿出来的时候大家一定笑不出来的，不可能笑得出来的。这个赖清德政府你永远不知道他的怎么算，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的方向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再卖台湾多少，因为以前有台积电，后面联电，整个产业链，现在的问题日韩付出极大的代价到美国投资几千亿美元，所以在今天我只能很悲伤的讲，当你有一个不是以台湾为优先的政府，但他却每天打着爱台湾的旗号到处霸凌人出征人，然后他养一群青鸟这样乱的时候，这台湾我垮加困难，所有台湾人或者亚洲人民大家真的要团结起来，全世界第三世界的人民要团结起来，不要再被霸凌了。